火焰之星的意识不断的膨胀，赤红色的火浪翻滚，众人也是屏息凝神，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幕。突然，萧炎的声音如同雷霆般在赤红的火浪中炸响，焚神六半火。随着这4个字的吐出，一道神圣的金色光芒如同利剑一般冲破那道恐怖的火海，直冲云霄。萧炎的身影犹如凤凰涅槃，从赤红火光中振翅而起，他的瞳孔在神圣金光的映照下变成了璀璨的金色，闪烁着不可思议的智慧之光。身上的衣衫在金色光芒的包裹下仿佛被点燃，燃烧着夺目的惊艳。他的气势在这一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仿佛是从一个人类瞬间变成了掌控天地的神。众人们原本紧张的神情在看到萧炎安然无恙后逐渐放松下来。然而那3大君王的脸色却显得异常吃惊，他们经历过无数风雨，见识过种种奇迹，但如此震撼的一幕仍旧让他们感到吃惊。这小友身上的神圣气息为何如此恐怖？萧炎身上散发出的神圣气息已经远超过了他们所预料的范畴。金色的神圣光芒在萧炎周身缭绕，似乎连空气都被其点燃。恐怖的赤红火浪如同一头怒吼的野兽，带着毁灭的气息向他扑来，火浪在空中跳跃舞动，似要将这片天地焚烧成灰。然而萧炎并没有因此感到有丝毫的退缩，他双手轻轻一挥，掌间似乎蕴藏着神圣的力量。随着他的动作，一股更为恐怖的神圣风暴凭空而生，它比赤红火浪更为凶猛，更为霸道。神圣风暴如同一只无形的神之巨手，轻易地将那冲天的赤红火浪卷入其中，仿佛是一道小黑洞遇到了大黑洞，被无形地吞没而尽。赤红火浪在神圣风暴中无尽的挣扎，他试图反抗，试图逃脱，但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那压制着他的焚神之力。这力量如同一座无形的牢笼，将赤红火浪紧紧锁住，宛如遇到了火焰之心的克星一般，让他无法再释放出更强大的毁灭力量。萧炎看着这一幕，发现了焚神之力与火焰之心的异样点。按道理说，焚神之力虽然很强大，但是在萧炎的感知下，单单从双方的力量上来看，即便是大道极限的主神也对其避之锋芒。而如今的萧炎实力不过大道中期，断然不是自身的大道神力能够将其压制，即便开启了焚神六半火，实力也只能勉强的提升到大道巅峰的力量，距离大道极限还差一个层次。在这样一个实力差距，萧炎也是发现了其中的异样。焚神之力似乎天生就拥有压制火焰之心的恐怖力量，他们之间在相碰下，火焰之心的跳动也似乎变缓了很多。刚刚看似被吞噬的火浪，实则乃逐渐的被收敛起来，应该就是感觉到了焚神之力。随着萧炎的金眸一动，焚神之力不断的外放，而那赤红火浪最终也彻底的消散在这片天地间，只留下那道缓慢跳动的火焰之心。这道火焰之心是惧怕焚神之力，还是很快萧炎也想明白了，这道火焰之心与焚神之力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未知的联系。这种联系让他感到有些兴奋，也让他对接下来对火焰之心的收服更为轻松许多。这道火焰之心的能量足以让萧炎的实力大幅提升，更是让他在10年后的神藏中可以抗衡来自神界域世界的一些大能者，因此对神藏也同样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期待和信心。就在萧炎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后，焚神之力在萧炎的操控下再次暴涨，他的双手轻轻摊开，一股无形的威压自掌心散发，周围的空气似被撕裂，发出尖锐的啸鸣。他的焚神之力如同蓄势待发的海啸，随着他手臂的挥动，浩荡无垠的力量瞬间朝着火焰之心席卷而去。就在焚神之力即将触及火焰之心的瞬间，火焰之心竟是一颤，仿佛是被萧炎的焚神之力所感召，并没有出现抵抗，任由那如潮水般的焚神之力将其包裹吞噬。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恐怖无比的火焰之心竟然如此轻易的就被萧炎收服了。萧炎见此，轻轻抬手，一道金光闪过，火焰之心便消失在了竞拍台上，被收服在了纳戒之中。现场的那股笼罩神脉会广场的炙热气息也随之消散，只留下萧炎一人站在竞拍台中，以及众人那震惊的目光。3大君王和那位神脉师的脸上写满了对萧炎的不可思议。萧炎的力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竟然能够在大道中期修为提升到堪比大道巅峰的力量。他们的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于萧炎，他们不得不重新衡量。要知道，在大道之境中，想要短时间内提升实力的几乎很难做到，除非靠一些极其强大的宝物和代价，能够让一些大道主神在短时间内提升一个小境界。然而刚刚萧炎的那股力量爆发后，竟是足足提升了2个小境界，可想而知，这是多么让他们这些主神级别的存在都觉得极为赞叹震撼。小友的实力真是让我们感到吃惊，没想到在9大界之中能够诞生出如此天赋绝顶的修炼者，乃是我们9大界的一份荣耀啊！启君王沉声开口，话语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也是他第一次有着这样的反应。9大界的荣耀小辈是不敢当萧炎挠了挠头，微微一笑，那笑容中带着一丝尴尬和谦逊。周围的气氛
在这一刻凝固，他们的目光都凝聚在了萧炎的身上。哈哈哈，小友真是太过谦虚了，你的实力和天赋，即便是我等都是羡慕。希望你日后可以在神之路上走得更高更远。魅君王看向萧炎的美眸中，倒是多了一些欣赏之意，而一旁的内塔之主以及10大神长老们的脸上都挂着一丝得意门生笑容，因为萧炎是他们丹神塔塔主的亲传弟子，也是他们丹神塔之人，而眼前这皇国的3大君王乃是仅次于那位国主神皇尊上的存在。然而萧炎竟然在他们的眼中有着如此高的评价，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也是丹神塔的荣幸。从3大君王的气息可以感知到，他们的修为实力至少都是大道巅峰以上，这样的实力在万界神州中都是可以创立一方超神巨擘势力了。这火焰之心也与小友颇有缘分，这样的机缘你可要好好把握，说不定有着更高的成长与提升。神君王满脸的欣赏，除了萧炎之外，他也早已经注意到了灵动和沐尘以及那位花仙子云韵都是不可多得的天赋卓绝的修炼者，如果将他们留在皇国之内继续修炼的话，或许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着不少的修为提升。其实3大君王也早已经知晓萧炎他们的真正身份，乃是无上的传承者。在神脉会开始之前，那位老君王就已经传音给他们3大现任君王了。当时老君王的意思就是要他们多多关注萧炎、灵动、沐尘等人，因为老君王也看出了他们3人是大周未来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从神脉会开始到现在，3大君王也是时时刻刻地注意着萧炎、灵动、沐尘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经过一系列的观察之后，3大君王也看出了他们几人的不凡之处，特别是到最后的这一刻，萧炎他们那从容不迫的气势，以及萧炎刚刚自身所展现出来的神圣可怕的力量，足以让3大君王都感到咂舌。这一次的神脉会非常的精彩，一般情况下，在神脉会结束3天后，所有来自外界之人都要离开皇国，但这一次老君王说了，此次丹神塔一众人以及你们都可以破例留在皇国10年，而在这10年间，你们的修炼资源将由我们皇国提供。神君王双手抱胸，将之前老君王传达给他的话带给了萧炎他们。老君王是之前那位老前辈，萧炎等人自然也想起了当日在皇国中与那位老君王前辈见过一面。正是。那为什么那位老君王要留下我们等人在皇国修炼呢？灵动平静地问道。神君王的目光望着众人，片刻之后开始讲述起了真正的话题。你们应该知道，10年之后神藏将会降临万界，本应该还需要100年的时间降临，然而这一次万界中似乎发生了大变数，使得神藏提前降临。随着神藏的降临，到时候不管是9大界还是神界与世界的那些恐怖的强大存在都会现身，他们的目标也都是冲着这神藏而来。当然还有那些暗黑魔物也会进入神藏之中。神君王讲到这里时，他的神色也暗沉了下来，似乎对那些暗黑魔物有着极为抗拒之意。暗黑魔物，神君王前辈说的应该就是灭神斧吧？站在一旁的沐尘开口道，对于这灭神斧的来历，他也是一直保持着关注，甚至这灭神斧的强大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他所认知的范畴。当年他和灵动兄被炼化成玉灵和玉魂的时候，在那个天域中，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是那位魔神，而那位魔神就是灭神斧中的顶尖魔物之一。而神君王点点头，然后表情开始逐渐的凝重起来，道：没错，这灭神斧虽为神州之地的神级超神势力，平日里他们也很少出来，但他们的底蕴是深不可测的强大，甚至已经渗透进了9大界。而他们所进行的大计划中，神藏乃是那大计划中的最关键一环，所以他们必然会倾巢而出，到时候灭神斧的真正底蕴也将会展露无遗。闻言，萧炎、灵动、沐尘他们也是一脸严肃，对于灭神斧的底蕴，他们自然非常的清楚。当初那位灭神斧的副府主以一己之力对战丹神塔塔主，不仅抢夺了一直由丹神塔保管的苍穹之星，还重伤了丹神塔塔主。而且神器联盟中也有着暗黑魔物，那位苏醒不久的魔神，这些都是灭神斧的底蕴，并且还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灭神斧的真正底蕴展露出现后，他们甚至感觉即便是9大界的所有势力联合起来，都难以抵御灭神斧的毁灭性大进攻。神君王前辈，我一直很想问，这灭神斧是不是与1000万年前的那一场天古浩劫有关？这也是一直困扰在他们心中很久的问题。